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呢是春季草坪维护的第3期，打气孔、补草籽和上表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些草坪呢是我施完草肥，然后打草根以后呢，不到2个星期以后的效果。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其实草坪的状况还非常的不错，看上去绿油油的。那么昨天晚上呢，我又抽了点时间，把这个草坪呢剪了一次，把这个草的长度呢剪到了最低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看上去呢绿油油的草坪非常不错，但是呢你仔细看的话呢，这个草坪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斑秃的地方。另外呢，有一些部分呢，像靠着篱笆的地方呢，就是草坪比较稀，可能那里的土壤的状态也不是太好。另外呢，照不到阳光，你不能看到这个草坪看上去还不错，你就掉以轻心，因为真正草坪好不好，重大的区别呢，实际上是在7、8月份，你才能看得出来。如果你春天的时候草坪维护跟不上的话，那么7、8月份干旱的时候，那么你的草坪状态就会非常堪忧了。好，那么闲话少说，那么今天呢，所有的3步工作呢，我都会在今天一天完成，所以呢，时间还是蛮紧的。那么现在早上呢，我第一件事呢就是去 U-Haul， 我准备租一部拖车，然后呢，我会去 Composite Yard， 去买一些表土。这样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供你选择。另外呢，我还会去租机器的地方呢，租一部打孔机。这样呢，今天一天呢就会完成这3步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到了这个 U-Haul， 这个应该是我租的这个 trailer， 是5尺乘9尺。带 ramp 的，这样的上下会比较方便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去Miller Composite Yard 去买一些表土。这个呢，可以说是大多地区几乎是最大的一家。它应该也是这种市政的这种承包商，市政收来的一些绿核呀，然后可降解的垃圾，然后那个 yard waste， 它都会放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把它变成这种腐殖纸。然后呢，又作为 landscaping 的材料，然后卖给市场。它的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的，质量也不错。唯一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运输的问题。因为它大批量的货呢，散装货呢都是按照1个 cubic yard， 大概1个立方米这样来卖的。还可以看到这个春天呢，这些草坪现在都不错，打理的还不错，绿油油的。这应该是个高尔夫练习场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 Composite Yard， 可以看到有几个很高的大罐子，应该都是用来处理这些物料用的。它的零售呢是在前面。实际上呢，这就是一个大货场，然后很多物料就堆在这个场地上面。那里面呢还有一些好像是垃圾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呢，经过他们的分拣呢，都会变成有用的这个建筑材料。
right, then the destination is on your left. 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大货车，所以进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现在春天的时候已经忙起来了，很多人来这儿买这些各种各样的物料。这边呢有一些是袋装的，如果你 The destination is on your left. Miller Compost. 如果你不愿意去租这个 truck 的话，可以买一些袋装的，但是袋装的呢就比较贵一些。像这些很多都是 contractor 来这儿拿货。先在这上面铺一下这个防雨布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大家好，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 Composite Yard， 这里来来往往还是很繁忙的，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landscaping contractor 过来这里来拿货，那么基本上 house owner 来买的呢还是比较少。好了，现在呢这个 loader 过来了。这个一个 cubic yard 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一个翻斗。哇！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，放上去的时候，整个车明显感觉到下沉了一下。好了，这个一个 cubic yard 其实放在这个车里面感觉也没有多少，但是基本上够了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要走了。大家可以看这里呢，就是袋装的一些材料。那么如果你不租车的话呢，可以用一般的家用的车在这儿袋装买一些东西，各种各样的，像这种小石子儿、沙子，这种红色的 mulch。它的价格实际上，这种袋装的呢，跟 Home Depot 啊那些 box store 呢，差别不大。各种各样的花园的用的材料，但是这个散装的呢就便宜很多了。散装呢，我去年的时候呢找他们送货的，货呢实际上也还可以。我去年其实找他们送了一次货，那么大多地区呢基本上收费是不到100块钱。还行吧，反正，可以送 up to 5个立方。这个 section 呢，就是卖各种各样的 mulch， 就是铺花园的 bed 用的。这里呢 compost 是一种腐殖质，
这个呢就是 top dressing， 我今天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它是用在草坪上的。这个呢应该是 limestone screening， 用来铺砖用的。我去年修的那块地砖就是用的这种材料。大家感兴趣可以查阅那一期的视频。这个呢是 brick sand， 可以用来拌水泥，用来做灰泥，也可以用来做铺砖的这种地基。这种呢应该是 3/4 的 crushed limestone， 可以做那个砖地下面的那层地基。这个呢应该叫做 high performance bedding， 也叫做 HPB，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铺砖材料。这个呢叫 P-stone， 也可以用来作为渗水或者一些 landscaping 的材料。这个呢3/4英寸的 stone， 这个呢是最常用的一种用作排水的这种材料，可以做建那种流水沟 French drain， 还有那个地下室旁边的排水。这个呢应该是一种 topsoil， 是用在花园的花圃里面的。这个呢是小的 river rock， 1到3英寸的。我2年前呢做了石头花园，用的就是这种材料。这个呢非常自然，比较圆润，可以铺在这个表面，有非常好的观赏效果。这个呢叫 medium river rock， 3到8英寸，这个比较大，也叫那种狗头石。这个呢可以用作花园边。好了，由于这里呢比较忙，所以呢也就只能拍这么多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大家感兴趣呢，可以来这里去订一些物料。还有的呢，就是这种一般很常见的这种 garden center， 里面有卖各种各样的植物，然后也卖一些 landscaping 的材料，但这里呢应该会贵一些。如果小批量的呢，也可以去这种 Home Depot、Lowe's 这些 box store 呢来购买。那么他们呢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们的选择没那么多，基本上就是一些土壤 topsoil 之类的，然后有一些 mulch，有一些袋装的一些石料，但是相对来讲选择没那么多。如果你想买那种比较大的鹅卵石，那么就得去这些专门的 supplier 那里去购买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 Lowe's， 然后准备看我预定的这个打土机。这个土给它往里面move一下，这样一个机器腾点地方。Photo ID and your credit card. OK。You can bring your truck. You can bring your truck here. 这个呢，应该就是我租的机子，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东西可以打孔。好，这个机器就做好了。现在呢，我把它拖到车上去。好搞。好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如果是一般的家用车，还挺难搞的。还好租了个trailer。OK， Let's go。